2024年起，中国或将迎4大降价潮，除房价外，这3类也准备降价了。进入到2024年，大家都发现，我们之前需要花费很多价格购买的产品，都出现了不小的降价，这也让之前购买的人心中特别的不满意，觉得遭遇到了背刺。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发展，还会更加的严重。以前我们需要花费昂贵的价格购买的一些产品，在今年价格会有大幅度的降低，主要还是要活跃整个市场氛围，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提高购买的欲望。大宗商品的下降也意味着各种小产品价格会随之上涨。现在我们前往超市购物，一次就要消费500元左右，还不一定能够买到自己真正满意的物品。这就证明了现在我们的经济结构是处于结构性通缩的状态，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确实价格在不断的上涨，但是刚需产品正在逐渐下降。房价下降。现在房价正在稳定的下降，虽然一线城市个别地区有涨幅，但绝大多数地方的价格还是平稳的下降状态。百城二手住宅平均交易价格已经连续2、3个月出现降低，由此就能知道，如今的房价还是在稳定的降低状态。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好理解，二手房现在已经越来越难卖，销售金额正在逐渐下降，尤其是今年和去年相比，销售金额更是拦腰斩断。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，只能够通过价格来换数量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的业绩提高，也能够让房地产在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持续。另外，全国范围内的二手房挂牌数量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，就证明了绝大多数住户不再看好房地产未来的潜力，房价的下行还是要不断的加大，未来房地产行业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危机。现在的房子早就已经到了饱和的阶段，只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从2线城市前往1线城市，不断的往上走，所以才导致很多地区房价特别的昂贵。尤其是北上广深这些1线豪华城市，未来还会吸引更多的人前往，房价不会有太大的下滑。但是3线城市或者4、5线城市，未来的房价可能会继续下调。人们都喜欢前往更繁华的地方，3、4线城市基础设施如果跟不上来，就会逐渐的没落。最终的结果也可以预料，3、4线城市或将变成老年人居住的地方。年轻群体都想要去1、2线城市生活，这也让3、4线城市的房价完全支撑不住。车价持续下降。2024年春节刚过完，汽车行业就迎来了一场新的改革，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电动车开始了疯狂的降价，尤其是我国新能源领域的领头者比亚迪，把旗下很多款热销的车型进行了大规模的降价，这也让之前购买相同车型的用户感觉遭受到了背刺。同时，能够看出新能源汽车现在价格还是处于虚高的状态。为了能够跟比亚迪竞争汽车市场，长安、哪吒等品牌都快速的跟进，出现了降价的浪潮，可见现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厮杀的相当激烈。新能源汽车的降价不只是针对国产车，对于合资品牌也是受到了特别大的冲击。以前我们想要购买一辆看得过去的车型，或者是较为豪华的外观，至少需要花费30万元才能够得到。现在只需要10几万元就能够拥有一辆外观看得过去，内饰也相当具有科技感的汽车。奥迪、宝马这些豪华品牌汽车的价格也在纷纷下降，都是新能源汽车的冲击让他们做出了退步。如今的汽车市场还是处于一种竞争比较激烈的状态，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突如其来的降价。现在汽车出现大规模的降价，原因很简单，不少中产阶级现在都已经来到了失业边缘，或者是已经失业，他们作为消费的主力军，只能够捂紧钱包过日子，消费能力的削弱，自然就会对汽车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。再加上现在油价正在疯狂的上涨，油车虽然价格降低，但是人们还是需要为加油进行考虑，出行成本的上升就只能关注新能源汽车。此时，新能源汽车出现大规模的降价抢占市场是一种合理的选择。
最后就是科技领域的革命性改变，像我国小米、华为这种科技龙头公司，他们都开始进军汽车领域，希望能够创造出更加智能化、科技化的汽车。汽车行业出现了颠覆性的改变。如今的汽车行业或许已经来到了产能过剩的阶段，所以在大家性能都相差无几的情况下，就只能够利用降价的方式来进行竞争，只有这样才能杀出一条血路。未来汽车还会不断的降价，大家已经接受了豪华轿车只有20多万元价格这种概念，未来肯定不会再为更高的价格买单。汽车的降价往往面临着一种比较尴尬的结局，那就是一旦降价成功，想要再次涨幅就会变得特别困难。未来大家在购买汽车的时候，心里面已经有了更多的衡量，他们会以某一种汽车为标杆去进行价格上的对比，这也会让其他的车企不敢轻易涨价。3. 猪肉价格下降。当大家去超市购买肉类的时候，会发现猪肉的价格正在不断的降低，至少和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回落。这是因为之前几年猪肉的价格都在一个比较昂贵的位置，无数养殖者看到了商机，纷纷加入养猪的行业，导致现在的猪肉产量急剧增加。供需关系的改变自然就会让猪肉的价格出现下降，而且现在大家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，人们都开始注重个人的身体健康，不希望摄入过多肥肉，希望能够用蛋白更高的牛羊肉或其他肉类代替，猪肉的需求自然也会出现相应的下降。未来猪肉的价格还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，主要还是因为现在我国猪肉的储备实在太多，想要快速的销售或者是清理库存，只能够进一步控制猪肉的价格降低，才有可能实现。尤其是在北方地区，一斤猪肉的价格甚至不足10元钱，这已经是比较夸张的数字，因为有些蔬菜的价格可能都要到7、8元钱，没想到买肉类却贵不了多少，证明了现在的猪肉确实来到了比较低的价格。如果家中有冰箱或者是有储存能力，可以多买一些存储。众多养殖者发现，售卖猪肉不赚钱的时候，可能就会纷纷离开，猪肉又会进入到供不应求的局面，价格可能会涨幅。4. 小家电价格下降。以前我们想要在家中添置空调、冰箱、洗衣机这些小家电，心里会有特别大的负担，能够看着顺眼的设备，可能就要花费5000元以上的价格，有些甚至要上万元，这也给家庭带来了特别大的压力。想要把家里添置很多的家用电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，国内小家电行业出现了明显的降价潮，就像空气炸锅甚至不到100元就能得到，空调和冰箱2000元左右的价格也能够拥有品质不错、性能强劲的型号，这种情况在未来还会继续持续。现在小家电出现不断的下降，还是因为竞争企业开始增多。以前大家在购买这些小家电的时候，只会挑选格力、海尔、美的这种龙头企业，认为只有他们的产品才能信得过。现在伴随着华为、小米等科技企业进入到小家电市场，人们的选择开始变得丰富起来，无论是华为还是小米，也同样值得被大家信赖。挑选的过程中自然就会有更多的对比，尤其是小米，很多小家电性能突出，价格还便宜，这就只能够让其他家电品牌跟随降价，否则他们的技术没有优势，价格还很昂贵，当然不会让人买单。如今我们的科技迎来了大爆炸，尤其是在小家电领域，更新换代的速度实在太快，上半年购买一款新品，下半年可能就已经成为逐渐被淘汰的老产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小家电肯定需要对老产品进行降价促销，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回笼资金，继续研发新的高性能产品。所以不断更迭换代的情况下，老产品就会拥有比较大的降价浪潮，而且出厂的时间还不是特别的长。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种比较新的老产品，价格方面会让你满意。结语：以上4种商品的价格下降，对广大人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，尤其是房价和车价的大幅度降低，
会给人们减轻很大的压力。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，他们比较大的开销就是在车贷和房贷。只要这两个有了相应的降低，那就能够让生活质量得到提高。同时也能看出现在国民收入正在不断的降低，因此这些大宗商品才会有所下降。人们都开始进行消费降级，未来还是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，提高人民的可支配收入才是更重要的事情。